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末日女武神洛莎。洛莎是目前唯一一个使用机枪的 S 级机师，同时她也能使用电磁炮，是一个机枪和电磁炮双修的机师。从洛莎的神经驱动技能来看，策划当初是想把洛莎打造成是一个能同时使用机枪和电磁炮的中型机兵突击手。不过很可惜的，这并没能成为他的优势，反而成了他的缺点。两个都会，但两个都不精。机师的 Gamma 1区是所有同职业的技能都是一样的，只有 Gamma 2区才是机师的个人专属技能区。一般来说，机师都是采用7+16的配置，把个人技能拉满。但洛莎却刚好相反，她采用的是16+7。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洛莎的个人技能是有多么的烂了。洛莎的 Gamma 2区算力10提升的是电磁炮伤害，算力13会让洛莎在主动进入对战时，战后会自动使用不消耗弹药的电磁炮，来对目标发动一次额外打击，造成0.2倍的伤害。这里的主动对战指的是正常的交战，攻击后敌方也可以发动反击的战斗。类似电磁炮和导弹或者指令技能，这种只有单方面发动攻击的不叫对战，所以不会触发算力13的额外打击。这个不消耗弹药的电磁炮听起来很爽，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被大幅度削弱的电磁炮而已。先不说这电磁炮的伤害只有正常的0.2倍，最扯的还是这个额外打击的电磁炮居然只能打一个人而已。即使你的目标后面还站着一台机兵，你也是打不到它的。额外打击的唯一好处就是，即使你的攻击目标是处于斜线，电磁炮也可以对它发动，虽然这也没什么实质意义就对了。只有开到了算力16后，洛莎的额外打击才能对直线5格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0.3倍的范围伤害。恭喜你，你的电磁炮终于能正常的对直线范围5格内的所有敌机造成伤害了，而且伤害还提升了0.1倍。不过如果你的攻击目标是处于斜线，那么额外打击还是只能打一个人而已。在花费了那么多算力后，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半残的电磁炮技能，这样的技能要来何用？这边来给大家实测看看电磁炮额外打击的伤害和机枪打出来的伤害有什么区别。这是携带电磁炮技能组的洛莎，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机枪20连击打出了6900的伤害，之后电磁炮直线0.3倍的额外打击只打出了1000多的伤害。这是洛莎在最佳射程打出的9300伤害。而斜线0.2倍的电磁炮只打出了800多的伤害。结论就是，我花费了一堆算力，结果却只得到了一个攻击力超低，而且又不实用的技能。那还不如把算力都投资在洛莎Gamma 1区的最佳射程上，岂不是更好？虽然在测试中我使用的机枪等级比电磁炮高，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与其把算力投资在那一丁点伤害的电磁炮，打又打不死人，那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去投资机枪，说不定还能直接把人给打死了。洛莎的机枪伤害其实并不低，它只是输在攻击和大爆发的能力。因此，洛莎的 Gamma 2区只需要给7算力，把主动攻击前不移动，就可发动在攻击的技能开了就好。这是洛莎唯一可以在攻击的技能了，所以一定要激活。至于 Gamma 1区这边，由于 Gamma 2区太烂，所以洛莎也没得选，只能将 Gamma 1区的算力全部拉满，将所有算力都投资在最佳射程和完美机位上。另外，由于 Gamma 2区的芯片是蓝色的，蓝色的主技能都是防御型的，将高算力投入在 Gamma 2区，也会间接的让洛莎的输出变低，这些都是将算力投入 Gamma 1区的好处。Gamma 1区的芯片是黄色的，当中就有重要的暴击和命中。洛莎的红色芯片优先突击属性，黄色芯片优先突击暴击，然后才是突击命中。蓝色芯片则优先中型抗爆。洛莎的天赋技能是在使用单手机枪技能时，必定会在敌机反击结束后发动追击，造成0.25倍伤害。要留意的是，追击使用的是另一只手臂的武器，
所以另一把武器的等级也会影响伤害。如果只剩一只手臂，则无法发动追击。洛莎的天赋能力在机枪，证明她是一个以机枪为主的角色。但可惜的是，她的神经驱动技能却只给了电磁炮，这也造成洛莎无法很好的发挥机枪的威力。不过好在之后策划也给洛莎推出了专武，解决了洛莎没有机枪技能的尴尬，让洛莎终于可以回归本心，专心的去使用机枪来输出。洛莎的专武有3个技能，这边也简单的给大家看过。第一个技能提升了机枪的子弹数量，并且在同时装备2把机枪时，协力攻击会变成双枪协力，这就等于是让协力攻击的伤害提升了1倍。洛莎因为天赋必定能追击，而且大招也都是使用2把机枪来攻击的，只要给她装上2把专武，就等于是每次攻击都能多打2发子弹。技能2提升的是洛莎的天赋技能，如果是其他人装备就无法生效。技能2会让洛莎在使用双枪技能时也可以发动追击，并且还会在战前额外获得命中率和暴击率提升2回合，这边再次提升了双枪技能的伤害。第3个技能会使装备者在使用专武击破部位后，可以额外再移动2格。这个技能或多或少也解决了一些洛莎脚不够长的问题。这些都是专武对洛莎的加强，洛莎只有在拥有专武后，才真正成为了一名强势的角色。接着我们来看，洛莎适合佩戴什么技能？洛莎有3个主动技能、2个指令技能和3个被动技能。和电磁炮相关的技能这边就省略不提了，毕竟洛莎的主要输出还是在机枪上。洛莎必带的被动是巅峰记忆，被动会提升洛莎主动攻击的伤害，同时也会降低遭受的伤害。这个被动是洛莎能和敌人正面 PK 的本钱。剩下的2个位置，看场合需要也会有多种组合。在前期或没首领的关卡时，洛莎可以佩戴3AP 的弹道收束来打 1.3 倍伤害，和4AP 的枪弹雨林来群攻压血，为狙击手和格斗家制造收割环境。在打首领的关卡，可以拿掉群攻的枪弹雨林，而改用同样是4AP 的一人成军。一人成军会使用双枪造成2乘以 0.7 倍的伤害，并且在战后还会恢复没有损坏部位的耐久值，回复量为造成伤害的 40%， 这已经是接近伤害1半的恢复量，是洛莎最好用的技能，能打也能回血。尤其是在有了专武后，还能发动追击，伤害更是直线上升了不少。然后 3AP 的弹道收束也会被替换成被动技能强弱悬殊。强弱悬殊会随着目标的耐久值每降低 10%， 而提升自身 5% 的暴击率，最多提升 20%。这里的耐久值指的是整体4个部位的平均耐久值。以上就是洛莎常用的4个技能组，可以依照关卡的难度而调整使用。洛莎伤害最高的大招势不可挡，会同时使用2把机枪攻击单个目标，并造成2乘以 0.95 倍的伤害。伤害虽然很高，但缺点是需要消耗6AP 才能使用，在使用弹性上不如一人成军。机师每回合只能自动恢复3AP，6AP 的技能就只能2回合使用1次，而且其中1个回合还不能主动攻击。只有在遇到伤害很高的首领，我方来不及回血，洛莎也无法和他正面硬杠的情况下，才会把一人成军替换成势不可挡。这时候洛莎的用途就是2回合输出1次，平时就只站在首领身旁负责发动协力攻击就好。不然平时还是一人成军的 4AP 搭配 2AP 普攻的组合，会比 6AP 的势不可挡更好用。同样是2回合 6AP 的组合，势不可挡的总倍率是 1.9 倍，而普攻加一人成军的总倍率是 2.4 倍，而且还可以回血。洛莎如果有资源，会建议至少抽到潜能1，把初始 AP 加1开了。这样在打一些首领关卡时，一开始就会有4AP 可以放一人成军。如果有专武，在放完双枪技能会获得命中率和暴击率的加成，这么一来之后的普攻就也可以吃到这些增益效果。
专武的2回合增益非常契合洛莎2回合一次的双枪输出模式，有了初始 AP 就可以让你在第1回合就马上启动这个循环。当然，增加初始 AP 的方式不只有一个 ，Alpha 区的7算力也可以，不过这会需要额外消耗一个仿生超导体，一般不会建议把仿生超导体投放在 Alpha 区。距离拿到专武还有一段时间，先抽一支暂时用着也是可以的，也许之后会歪到一支也说不定。至于洛莎有没有必要升到潜能3，这是关你能不能双枪都拿最好的武器。洛莎的潜能3能提升1点追击伤害，但这不是重点。潜能3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机枪重量。没有潜能3的洛莎，在搭载了电磁炮的前提下，最多只能一手使用重量比较轻的马克，另一只手使用攻击、命中、暴击率和重量都更高的夜魔，而无法双手都使用更好的夜魔。另外，洛莎专武的重量和夜魔是一样的，而且攻击、命中、暴击率都比夜魔高。没有潜能3也意味着你最多只能一只手装备专武，这是洛莎有没有潜能3最大的区别。当然，解决方法也不是没有，直接把电磁炮丢掉就好了。电磁炮并非完全没有用，实际上它可以是洛莎的辅助输出武器，在洛莎手短打不到敌人，又或者是首领的伤害太高时，不想被反击添加减益时，都可以拿出来用一用。当然，在有了专武，移动力的问题获得部分解决后，想拿电磁炮来换一个背包，也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这会让洛莎的机枪输出能力更上一层楼。洛莎的背包推荐带干扰护甲背包，其他比如干扰增伤背包、强化弹道背包等等也都可以用。至于洛莎的机兵 X2， 主要模组镜像核心，只要装备2把种类一致的武器，就可以提升 20% 的伤害，基本就是为洛莎量身定做的。种类一致的武器，这里指的是突击、格斗、射击这种，只要是突击武器，不管是机枪还是霰弹枪都可以生效。重机枪因为只能装备1把，所以无法生效。不过抽 X2 主要还是为了它的出力，没有 X2 你连电磁炮都装不了，之后的专武没有潜能3恐怕也是装不下，所以 X2 是必抽的。作为目前游戏里唯一的中型突击手机兵，之后也可以用来和哈维共击。洛莎的模组，紫色的就是增压套组，橙色的可以是机枪模组搭配暴击模组的组合，更高级的就拆孔爪的统御者定位仪来使用。如果使用了统御者定位仪，洛莎的黄色芯片就要偏向拿命中。最后来说说洛莎的抽取建议，突击手一般最少要培养2只。在突击4大天王里，弗列达是必选的一只，另一个可以在洛莎和威廉中挑选一个。威廉在前期的用途会大于洛莎，后期的话应该算持平吧。2人在需要上阵4支队伍的场合里，基本上都会出场。资源少的玩家，前期洛莎可以只抽1支来用，有了专武后，可以抽到潜能1，用起来会比较舒服。想继续使用电磁炮的，也可以直接抽到潜能3。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